朋友们，大家好啊！我现在在广州的下滘，这里呢就属于番禺区的。滘这个名字呢，在广东这边就是两条或者几条河道的一个交汇处的意思。也许吧，以前这边是有几条小河道交汇在一起吧。我们今天的目的呢，主要就是看看这个城中村。据说呢，这里有好几家那个龙舟厂，就是专门生产制造龙舟的。我们等一下会去看看。然后到了晚上的话，这里夜市会比较热闹，我们也可以去看一下。这里好像有一个晚上的一个夜市，我们今天晚上再过来的。那边呢有一个岭南购物城，就是以前那种批发市场改造的一个网红打卡点。我打算今天晚上也会过来这里看一下。这边看起来也很有那种城中村的氛围，那个小商铺比较多，然后也是很热闹。这里有3家祠堂。那祠堂里面有些阿叔在里面打牌。这是旗杆石，旗杆石是以前村里的考生中举以后，村里为他立的一个石板，2块石板中间可以插一个旗杆。然后现在的话，基本上都是用铁旗杆代替了这个功能。祠堂旁边呢，刚好就是一个学校。这个石狮子从它的设计材质来看，应该是清代的，所以石狮子放在学校门口也是挺有意思的。这里有可能以前是个私塾吧，然后拆建了以后变了学校啊。我们继续往村里面走，像这种村子的话，因为都是在广州范围内吧，然后好多都是靠收租还有拆迁这几十年赚了不少了。所以不要看这种村子好像建设上是破破烂烂的，但是其实很富有。这里有个三地古庙，我们过去看看。这个庙貌似是最近重修过的，好像也没有开。像刚才那种庙的话，其实广东好多村子里面都是留存着很多这种庙宇，村民捐建还有维护。大家看这些榕树，留意一下这个榕树。这里的榕树好像看起来是几棵长在一起，但其实它是同一棵榕树的一个分支。我在别的地方见过一棵小榕树，大概20年以后，它的上面的一个根就会伸到地面，长得像树干一样。所以这边这几棵榕树的话，从它的枝干情况看，应该有过100年的历史。这边还有好几棵这样的榕树，长了这么大的一棵榕树。枝繁叶茂的榕树代表着子孙繁荣繁茂。不过榕树这东西要是没人管的话，很快就会长成一个森林，就像新会那个小鸟天堂那样，一个岛上面全是榕树。大家看见没？这是榕树的根。这东西要是你放着不管的话，它们伸到地上去，然后很快会长成树干，所以要定期清理。我们继续往前走，这个方向应该是北面，前面的话就是珠江边。这个龙舟基地应该在我现在前进方向的左手边。那我想先去珠江旁边呢，先看看，然后再往左拐。这沿路的树下面好多这种小车停在里面，因为现在小车多了，然后停车也是很困难的一件事，也是很头痛的一个问题。
这一大片应该都是本村人的果园，然后他们顺便就把下面的空位出租给这些车主，用来停放车辆。所以作为城中村的本地人，就会有这样的一个优势，就是能够赚到城市发展的红利。外地人的话，就要在这边缴纳租金了。刚才问了一下，旁边有个本地人，然后他说，那个龙舟场都在上教那一块，上教的话就在这下教的旁边。如果是从方位看的话，上教在北面，然后下教在南面。如果你租了一个果园，应该说是租了一块地，然后用作果园，然后再把下面的位置出租去给做车位的话，可能收益比种水果要多得多。前面就是珠江边了，然后据说前面有一个挺不错的一个风景，我们也过去看一下。到珠江边了，在我左手边呢就是洛溪大桥，右手边呢是星光大桥。星光大桥应该是星光快线的跨珠江的一个主要桥梁吧。前面的这座洛溪大桥呢，是港商霍英东先生捐建的。这座大桥呢，在90年代初曾经是番禺区与广州中心城区的一个重要的连接桥梁，然后堵车是非常厉害的。后来珠江上修建了好多大桥，才把这个大桥的交通压力缓解。霍英东先生呢，也是一名著名的爱国华侨。当年50年代的时候，他是为国家而走私，因为他的走私的对立面是港英政府。那时候是爆发韩战嘛，他为了中国政府这边走私了大量的物资，甚至是一些军火的一些原材料。这也为他从一个批发部老板晋升为一个著名港商赚得了第2桶金吧。不过走私当然是要冒着风险，按他的回忆录的描述，当年他是冒着子弹横飞的生命风险，开着走私船去走私那些货物。关于霍英东先生的发家史，在 YouTube 上面的原子档案频道最近有一篇比较详细的描述，大家可以过去看看。我这不是打广告啊。这里有些人抓螃蟹了，那这边也是好多人在钓鱼啊。前面这个水闸呢，应该就是那个龙舟基地的那个河冲往珠江一个水闸。这里好像有一个由船厂改造而成的餐厅。我们往前走，应该就能见到一些龙舟厂。这里还有一个灯塔。这边也是有好几家的那个龙舟生产工厂。我们现在呢就来到其中一个龙舟厂。老細，咁第日啲船喺度落水㗎嘛？